欢迎您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来介绍来宾：前立委沈富雄、台北市议员何孟桦、资深媒体人尹乃菁、立法委员罗志强、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台北市议员林真宇。好，观众朋友看到真宇哦，桌上有一个我们中华队的帽子，加油！今天最令人开心的事情、最振奋的事情就是中华队打败了美国，我们现在朝12强的冠军前进。时隔21年，是很不容易哦，终于打败了美国，时隔21年哦。那因为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现在大家都还在亢奋中哦，希望中华队可以拿下冠军，哎，给中华队加油集气。我们8节的这个题目通通撤掉，撤掉，从头到尾去谈棒球。观众会批评说找外行人来看，我很害怕哦。有很多娱乐我们都很害怕。不过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哦，其实没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让人开心，包括战争都还在延烧当中，都还在延续中哦。这是乌俄战争，我们看到普京啊，他说现在乌俄战争已经具全球性的特征，什么意思啊？3战吗？第3次世界大战吗？他说他不排除要攻击西方国家。我们来看看报道。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回答记者提问时，突然电话响。电话一来，马上接，对话内容毫不避讳，被麦克风播放，就像安排好的风口戏码。В ответ на примене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британского дальнобойного оружия 21 ноября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нанесли. 普京证实对乌克兰反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强调，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앞서 러시아에서 어딘가로 이송 중인 북한의 곡산 자주포로 추정되는 사진이 온라인에서 확산했는데 비슷한 정황을 보여주는 보도가 또 나온 겁니다. 根据乌克兰官员指出，北韩提供武器也是希望测试武器的实战能力，跟北韩兵一起部署到库斯克地区。What President Zelensky said, up to 100,000 troops coming from North Korea. So to think about 100,000 North Korean troops potentially being ready to fight in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that's about a tenth of North Korea's fighting force. 除了北韩军上场作战，还被发现前线敌军使用中国制炮弹，可以看出各国早就在步步参与这场战争。好，你看到北韩其实有士兵在这一场战争中出现这也是这个看到西方国家对北韩或者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控。那我们看到普京今天已经证实了他们以中程导弹打击乌克兰所以他警告全世界，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我就把这个战事给扩大到欧洲去。我们看到包括乌克兰这边驻英国的大使，他其实是前武装部的副总司令，他说其实已经开打了啊！你看看这些北韩的士兵，就是证明啊，已经开打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北韩的金正恩他昨天参加一场公开的活动说是这个武器装备展这个大展上面大会上面，他发表一个谈话，他说是你美国啦，你美国害的，你让朝鲜半岛的核战争一触即发。说叫我们和谈，我们也跟你谈了，可是你都在骗我们所以他认为这个美国要负起绝对的责任拥有压倒性的武力军力才能够捍卫和平，这是金正恩的说法。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会跟 CSIS， 就是美国的智库又做了一次兵推这个兵推今天所有的媒体都有揭露它的细节，包括这个与会的学者做出来的评估是，解放军一旦犯台包围台湾，使得美国会没有办法向台湾派遣部队，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台湾要在战争打到第4周，你一定要撑1个月，撑30天，撑4个礼拜，外援才有可能过来，讲的是美军所以我们必须要撑1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建议我们可能要买一些巷战、肉搏战的相关的武器。来，大佬你怎么看？你说战争不会发生嘛？对不对？是的，是的。兵推不断的在进行。先讲普丁好了，我很难得同意普丁的讲法，这个是有一个世界大战前戏的味道因为用2个 criteria 2个标准来讲，一个都那个是 ICBM 了嘛周期弹的飞弹
而且这个俄国是自己的飞弹，但是乌克兰射的是人家的飞弹，用飞弹都用上了，就差一个没有用核弹。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经济上要高墙小院，那战争最好是有限制，就打一个地区地方性的范围。但现在看起来不对啊，这个金小胖，就号称有10万的，最后有10万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去，所以这个已经是从东北亚打到这个叫什么乌克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啊，现在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能变成世界大战。但是我还是说不会，因为现在除了金小胖以外，所有有影响力，就是说算是一个咖啦哈，算是一个角色的世界领袖，包括普丁啊、习近平啊、那个拜登啊、川普啊、这个杰连斯基啊，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希望世界大战发生。那金小胖一个人呢，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我觉得你像川普骂金小胖说大家要负责，为什么让他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不太同意川普的讲法，因为你川普你说你狠，小胖比你狠啊。你说你不计较后果，小胖比你更不计较。小胖完全不在乎事情最后会走到什么样子，他们连10万大兵要派到那个乌克兰去啊，都没有人敢谴责，没有人敢骂哦。那他派的那些子弟兵去送死啊，但是北韩境内没有人敢反对，没有人吭一个声音都没有。这个是空前本世纪这个刚开头21世纪刚开头难得一见的毒夫啊，他真的是毒夫。所以这样的毒夫他不在乎啊，因为牺牲他死掉他这个人死多少他都不在乎。所以只有金小胖是一个很大的未确定因素了。那至于说我们要撑多久，撑到美国来，这个我最讨厌这个题目。我们是不能撑的，1天也不行，半年也不行，1年也不行。但是我们撑得越久，我们越惨我们越惨，对不对？撑得越久啊，终于他来了啊，怎么打法呢？就中国跟老美打起来了啊！战场在哪里？战场就在台湾。所以我们撑得越久的时候，我们台湾已经大概已经被打得不稀烂，不乱成一片，烂成一片也差不多了。然后美国来了，然后跟老共啊，既然打到1个月以后了，那不狠狠的互相再打一下还行啊？这个停得了吗？啊，就在台湾的本土就打了，这个还得了？所以兵推不在你让他推，弄不要紧，我们推我们的。我们这个推川普上台以后，2强，一个要复兴，一个要再伟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2个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啊，2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再度伟大或者再度复兴的机会，那我们就可以活了。这个是这个大佬一贯的论调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兵推，它设定的时间背景在2026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武力也可以来犯台了，所以做了入侵行动。这个中国大陆他们兵推的这个结果是会夺取我们南部某港口或者是空军基地进入台湾。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西方评估说美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赢得这场模拟的冲突，不过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他们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还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都高了4个礼拜你可以想象吗？可能这个所有东西都残破了，人命不知道伤亡多少。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在这个 CSIS 的兵推结束之后做了一项建议，说赶快提供台湾更多的反舰飞弹。来，请教。他估计是2026，这个估算跟苏启秘书长估算是一样的哈，因为一般呢都估算说是2027但是他认为说，如果说习近平呢要迈入第4任然后要取得你收回台湾，当然是最大的成果，那他必须要部署，那等到2027再动太晚了，所以呢应该会提前在2026，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CSIS 的兵推呢太一厢情愿了，你看它里面的这个想定，他说呢。解放军呢，他要登陆他必须要集成足够的美日的2栖作战舰，对不对但关键就在这里
就在于是说，等到一开始，如果在战争打响的一开始的时候，美日就派出了2栖作战舰的话，那就当然就是形同参战呢。那在形同参战的情形之下，难道这个2栖作战舰他们不会对于大陆攻击吗？他们一定会对大陆的这个军舰采取攻击嘛？一旦他们攻击了之后呢，中国就会反击啊。你觉得中国的反击呢，只会停留在这些2栖攻击舰吗？只会停留在去攻打美国的航空母舰吗？那之前的时候，大陆成功的试射东风31AG，它是在试射好玩的吗？所以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只要呢，一旦呢美日呢参战的结果，它就是像大佬所说的，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啦。它必然会反击的，而且呢，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承诺它不用就它的核子攻击，它不会是第1级嘛，哈。可是只要一旦呢，美国对它采取了攻击的时候，他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就非常的多了。一旦呢，美日介入了台海战争的话，那才真正是世界上爆发核子大战的第3次世界大战的最高的风险所在。CSIS 做过很多兵推了啊，然后其中的有一场的兵推呢，它是想定就是在台海的这样的战事的推演的情形之下，其实到最后最有可能使出核武的呢是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就是说中国大陆呢，一旦呢对于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呢，它只有一个战略终结的设想，就是赢，它没有输的选择性。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呢自从在美国的这个战略防御最高的2个基本原则，第一个，他们不能够重演珍珠岛事件，他们不会被偷袭，不能再被偷袭。所以说呢，美国的动用核武的，他是不承诺第1级的哦，他是不承诺他不发动第1级的哦，他是只要在美国呢及其他所这个领导的所有效统治的这个范围之内，他一旦有感觉到他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会采取先制攻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呢，它最高的就是说，它不能够让战事呢在本土发生，所以现在呢，都是不管是在台海的部分，它要运用日本的基地，或者是说把菲律宾的通通都算在之内，它一切的防御就是不能够让美国的本土发生战事。但是如果你今天攻击了中国的话，中国却有可能使出杀手锏。那这样子的话，美国还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这个中国很有可能会发射长程导弹哦。这个东风，它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这个演习跟这个试射哦。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司令部高级代表布坎南最近说了，他说美国不希望发生核战争，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如果发生了核交火，美国希望能够保留一部分的核武库哦，它需要保留一些武器，来干嘛？威慑潜在的未来对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外交部立刻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只是美国追求霸权、加剧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还没上任，这个世界更加的混乱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总统府今天出来开记者会，证实了赖清德总统将在11月30号访问我国的友邦，主要是在南太平洋哦。那过境的部分，大家都在问，会过境美国哪些地方呢？目前总统府说都还在安排，暂时不宣布。我们来看看，替国家祈祷，总统重申3目标：维护国家生存发展，不容外来集权侵略并吞我们的国家。但要达成，总不能只在国内喊喊。上任半年多，总统终于要出访，是否过境美国依旧保密。不过据悉，30号出发的总统预计过境夏威夷，接着依序前往马绍尔、图瓦鲁和帛琉，回程不再安排过境，直飞台湾。只是对比前总统的首次出访则过境美国本土，美方是否另有考量？
总统会过境美国本土吗？就是行程很保密，是因为担心中国施压。我们有几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一定注意安全；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尊严；第三，我们要便利；第四，当然我们会注重比较舒适的一个行程。不同蔡英文的还有访团成员，这一次没有朝野立委一同随行。我们非常感谢行政院跟立法院，最近大家在议会当中有很多的议题，包括总预算，还有人事案都持续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希望说，国会的理性监督还有相关的审议都能够持续并且理性的沟通进行中。好，我们看到总统府公布的行程是11月30号礼拜六下午，总统会启程哦。整个访问团，我相信非常庞大，因为还有包括记者、媒体，现在都开始在报名了。那在12月3号礼拜二的上午才会抵达第一个邦交国马绍尔。哦，那中间就有人问了，这3天去哪里了？那有人就说可能是这3天就是可能会 landing 在夏威夷啊，然后再加油啊，再飞到马绍尔。那隔天会到土瓦鲁，土瓦鲁非常小，它的跑道大概只有1.5公里哦，可能到时候专机都要换成另外的商用的小的客机。都快沉了。对，因为全球这个气候变迁嘛，全球暖化，可是川普不承认有这件事情，不承认气候暖化了，这是另外一个 issue。那12月5号礼拜4的下午会抵达帛琉，因为这个可能地方比较大一点点哦，而且有一些事情哦，有一些联合办公大楼要剪彩哦，所以会待到隔天上午。那12月6号的下午返抵国门，一般预料返程的时候可能会在关岛停留一下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外界的讲法。不过总统府都还没有发布新闻。首先啊，其实赖清德这个出访，它是有3个异于往常了哈。第一个，你看他选择的友邦是南泰，这就跟过去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基本上，我们通常总统一刚当选哈，他的目标当然是过境美国，所以他通常都是选巴拉圭，因为巴拉圭顺嘛，而且巴拉圭过境美国，你这个不但是逻辑顺哈，而且基本上会到美国的本土，所以你看前面3位总统哈，就第二个他异于往常的，前面3位总统都是会过境美国本土，那主要都是洛杉矶啦，好，那洛杉矶的部分因为侨民多嘛，所以那落地那个洛杉矶的话，那一方面可以跟侨民来互动，另外一方面它当然也是因为你是到美国本土哈，可以增加台湾人民的安全想象。但第3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拖太久了。前面不管马英九、蔡英文跟陈水扁都是当选3个月内就出访，然后他访问以后就过境的美国本土啊。但赖清德你就发现说，第一个他已经半年了，好，半年了以后他现在才规划一个出访，而且他也不敢公布过境的地方。我觉得他是想要切香肠了，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境夏威夷这件事情就会跟前面3个总统相比嘛，显然你的规格跟待遇就跟前面3个总统不相同了。但这个讯息其实主要透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接下来哈我们在那个外交的部分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哈。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绝对对台湾是了若指掌。美国对于为什么台湾那么在乎过境外交，因为我们对于美国有一种叫安全想象。我今天跟你美国关系近那我们在对抗中共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靠山是比较坚定一点点哈。那可是我们能跟美国展现什么样的关系远近呢？过境外交就是一样东西啊。你过境，你能让我过境的舒服，过境的比较早，或者过境的地方靠你的核心比较近，就代表说今天你提供我比较多的安全想象。那这个对每一个总统、每个政权都很重要哦，对民进党、对国民党很重要，所以一定会想要去争取这个东西。显然赖清德2样都没争取到嘛。第一个，他没办法争取到时间，就是在最快时间内他没有办法争取到；第二，显然他没有办法争取到本土，那只代表一件事情，就什么呢？美国其实不待见赖清德，就这么简单。美国其实之前传美国依赖论依赖论还只是怀疑，可这个其实是直接给赖清德等于是非常不给他面子呢。让他基本上让我是不是觉得说美国人是不是讨厌赖清德，还是瞧不起赖清德，还是看轻赖清德？那这再往下推，就一个更麻烦的情况。如果美国连个过境外交你都要让赖清德下不了台的话，你都没有办法给赖清德一个好的安全想象来去对台湾人民交代的话，那我想请问，川普大家知道是何其强势的总统啊？那你今天如果你对美国对赖清德是处在这种
连个台阶都不给你，然后甚至看轻你的情况之下，那我想请问，将来川普对台湾所开的所有我们讲保护费或所有的一些要求，这个政府有多少的抗拒能力？这个就是今天我觉得未来事实上你会发现，强势的川普跟弱势的赖清德，从这个出访就可以见端倪。是外交部到现在没有松口哦，就是赖清德总统到底要过境美国哪一个地方？一般我们预料是夏威夷，甚至是关岛都有可能哦。那外交部是说，还在安排哦，仔细规划，因为要有尊严呐，还要安全呐，要便利呀哦，所以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宣布。而另外，我们看到国安局说，维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位了哦。那你看到很多新闻幕后哦，记者当然要毛起来哦，写哦，到底这个可能过境哪里呀？哦，是怎么样个过境法啊？所以我刚刚有说了，返程打算在关岛换回大飞机哦，因为图瓦鲁真的是太小了，你这个总统的这个专机下去，可能都没有办法安全的这个下降哦 landing。那我们看到这个过境外交有很多的 make up 哦，刚刚委员这个强哥已经都讲了。另外呢，田中光我们的外交部次长说了。中国你不要再来干扰了，你不要再来干扰了哦。另外，台湾这个也不会随之起舞，讲的是什么呢？说是陆方已经要美国不要让他过境。不要让他过境，不要让赖总统过境。而另外，我们看到朱立伦昨天其实有讲了一番话。他昨天说，赖清德总统到现在没有出访，是因为他的台独立场引起国际的疑虑哦。那我们看到的对照组出来了，蔡英文总统最近非常忙，他先是去了欧洲，昨天到了加拿大。说是年底还要去美国访问哦，去的都是智库哦。如果这样一比较，好像蔡英文的风头已经盖过了赖总统了。来，其实蔡英文是前总统，前总统的外交空间本来就比现任总统还大。那赖清德呢？他在这次的出访呢，第一个选择点呢是南太平洋的岛屿。我们可以知道，过往的总统，不管是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来过境南太平洋岛屿的时候呢，都是关岛跟檀香山。所以大家呢，其实刚刚讨论了非常多。应该呢，如果有可能过境美国的话，就是这几个岛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呢，这次呢，赖清德会选择呢南太平洋的岛屿来做过境呢，它有几个主要的考量。第一个是上次呢前往说帛琉还有马绍尔，其实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已经是5年多的事情了。去土瓦鲁呢，更是2017年的事的。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越来越知道说，在南太平洋的区域呢，美国也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印太战略，在这一块的方面，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像之前拜登呢，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也有跟我们这南太平洋的非常多的岛国一起呢，在白宫接待，然后也开了一个美国呢太平洋呢的高峰会。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呢，这次去见我们这些的相关的友邦，一来是可能友邦非常热情的邀请他过去啊，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过去了。那二来呢，也是要强化说我们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国的重要性跟印太战略的重要性了。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刚刚也讲到，其实土瓦鲁已经是一个快要成的岛屿了。那在共同面对到气候变迁等等的，也是就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视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再多做文章，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总统，虽然以前的前几任总统也许都是可能马上上任之后就会马上去出访，然后呢马上呢都会去中南美洲的国家，可是赖清德他这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我觉得也不用过多来解读。那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他目前呢去的不管是智库啊，从第一次呢去欧洲是踏进了欧洲的议会，然后到加拿大呢也是在发表了相关的演讲，然后后续也有说可能会去美国，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民主愿景或是在区域发展上面呢，都一直在为台湾来发声。我觉得两个是做一个非常好的搭配，让台湾呢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越让大家来看到。土瓦鲁因为这个气候变迁的关系，它快要沉没了，这个是全球都很关注的议题。可是大家要记住啊，川普未来的美国总统，他是完全否认这一切的，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还要强力的这个表达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我们政府要想一下。出访这件事情呢，我是不太同意各位的看法，尤其很不同意罗志强的看法，因为罗志强在马英九总统的时代，待在总统府太久了，连他满脑子的讲法，他公告肉等啊，就是他已经默认这个所谓出访。过境外交的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谁说这个重要？你安全想象，但只是我们自己认为不这样干一干就好像连总统都不像样了。我觉得我们国家小，地方小，我们要有大国的想象。我问你啊，你历史及格不及格？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时候他出过国门一步吗？对不对？你这个好。
你不是说你要进白宫吗？你不是要跟习近平吃饭吗？对，像这些都是空话啦。哦，就缩小规模一点，该做到的事情没有该做的时候，你过关岛，你过夏威夷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的建议是干脆不要去，是不是？就是不要去，就是不要去。而且你好好的发表一篇宣言，不去的道理，讲的掷地有声，让国人掉眼泪，慷慨激昂。是的，要这样才对。一点，好来，其实大完全讲的正确啊。因为它不重要，所以很重要。为什么？这么不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人家也不给赖清德，所以就才显得很重要。就连这么不重要的事情，美国都不愿意给赖清德，因为台湾民众确实会去看台美之间。你真的很会。你觉得赖清德心里面会不会很计较？我觉得应该会吧。当然很计较。我觉得赖清德可以试一下嘛。Rubio 不是内定国务卿吗？他们不是通过台湾旅行法，不就是觉得说台湾的官员要可以自由的进出美国啊？好，我们为什么要受到限制？为什么我们的总统、副总统、外长、行政院长不能够到华府去？赖清德呢，就应该在 Rubio 呢上任之后，他要过听证嘛。上任之后呢，就提出这个申请。什么过境夏威夷？以身试法，我到华府去访问，开玩笑。Rubio 是玩真的。Rubio 哈，将来 Rubio 这个朋友也都掉了。我们进一下广告。